报警抓自己的亲爹，他爸那边的亲戚说，他说让我不要再告了，我说不可能，我跟他还没有亲情，我把他叫一个父亲，只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条生命。我说我以后我没了他，我照样能过，我有他，或许我还过不下去。他既然敢做这个事情，他就要承担这些后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。2021年3月14日，在云南曲靖宣威发生了一起大型案件。这起案件当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最终儿子陈昌宇将亲生父亲送上法庭，判处死刑，大义灭亲。故事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？为什么儿子会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告上法庭？这起案件最后的判决又如何？今天小薇将带您了解这起令人痛心的家暴悲剧——云南纵火杀妻案。陈昌宇2001年出生在云南曲靖宣威市热水镇树义村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。从一出生，命运就好像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。他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爸爸，还有一个整天吵吵闹闹的家。可以说，从小到大，陈昌宇几乎没有感受过什么叫父爱。相反，因为父亲的关系，他小时候还经常被村里的孩子笑话、嘲讽，弄得他抬不起头来。2001年，陈昌宇刚刚出生，还没满月，父亲就因为抢劫被抓，被判刑7年。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，妈妈一个人扛下了所有重担。为了养活他，白天黑夜的干活，打好几份工。就算这样，日子也依然过得紧紧巴巴的。不过妈妈再苦再累，嘴上从不喊一声苦，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儿子。而陈昌宇呢，从小就特别懂事，也特别让人省心。他不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疯跑打闹，总是静静的，或者在外婆家玩，或者就在田边陪着妈妈。你能想象吗？小小的一个人，乖乖地坐在田坎上，看着妈妈弯着腰在地里忙碌。说起爸爸，陈昌宇几乎没有什么印象，妈妈也从来不提，就像家里有一条无形的规矩，谁也不能碰。小时候，他其实挺想见见爸爸的，毕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嘛，他也想有。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学校有人骂他是野孩子，他憋了一肚子委屈，回家哭着闹着要见爸爸。妈妈一开始没吭声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眼眶都红了，低声跟他说：“你爸爸是劳改犯，你见他干什么？”那一刻，陈昌宇什么都懂了。父亲不是他可以拥有的骄傲，而是家里的一块伤疤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有开口提过要见父亲的事儿，因为比起那个从没有见过面的爸爸，他更心疼眼前这个为了自己拼命撑着家的妈妈。就这样，母子俩一路相依为命，熬过了无数个苦涩的日子。陈昌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了。2008年，服刑7年的父亲终于出狱了。那时候，陈昌宇心里其实挺开心的，甚至还有点小激动。毕竟从小到大，他从没有真正见过父亲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他是渴望父爱的。不过，跟他的期待不同，母亲却很平静，平静的让人心寒，就好像父亲出狱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一样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个陌生男人走进了家门，不用说，陈昌宇心里就明白了，这就是他的爸爸。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，第一次见面，他一句爸爸也叫不出口。眼前这个人胡子拉碴，神情阴郁，眼神冰冷，活脱脱一个地痞模样。陈昌宇本能的害怕，甚至觉得无比的陌生，心里生不出一丁点的亲近感。男人扫了他一眼，语气冲冲地开口了：“这就是我儿子，这么没礼貌，见了老子都不知道叫。”接着，他把矛头转向了陈昌宇的母亲，语气又狠又刺耳：“你看看你，把孩子教成啥样了？”母亲脸色一沉，毫不客气地回怼：“你还有脸说？从小到大，你管过他一日三餐吗？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吗？我把他教成什么样，也比你好。”短短几句话，彻底点燃了男人心头的火。
没说几句，拳头就挥了过来。父亲一把揪住母亲的头发，拳打脚踢，打得又狠又重。陈昌宇一下子慌了，他拼命抱住父亲的腿，不让他打妈妈，结果被一脚踢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。打够了，男人撂下一句狠话：我回来了，从今以后你们娘俩可别想有好日子过。然后甩门而去，只留下母子俩抱在一起痛哭。父亲出狱后没找一份正经工作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是打牌就是在打牌的路上。家里的开销全靠母亲一人苦苦支撑，而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娘俩3天2头还要挨打。陈昌宇说，回忆起那段日子，简直可以说是人间地狱。父亲几乎把家里能用来打人的东西全用了一遍，啤酒瓶、拖把、椅子。陈昌宇和母亲没少被他打进医院，每次住院都是躺上1个星期才能出院。那段经历在陈昌宇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。从那以后，他对父爱的所有幻想都彻底破灭了，不仅害怕，甚至是从骨子里厌恶起了这个所谓的父亲。2013年，父亲陈继卫又一次因为偷东西被抓进了监狱。这一次，陈昌宇和母亲心里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，但至少有一点，他们终于能安安心心的过一段日子了，不用每天提心吊胆，不用害怕拳头和酒瓶子从天而降。时间一晃，到了陈昌宇初中毕业，这时陈继卫再次刑满出狱，又回到了家里。而陈昌宇呢，因为成绩不太理想，加上不想再增加母亲的负担，参加完中考后，他选择了辍学。2016年，他背起行囊，踏上了打工的路，想着早点赚钱，早点让母亲过上好一点的日子。其实母亲是舍不得的，他劝儿子，再怎么样也该读完高中啊。但陈昌宇看着母亲日渐苍老憔悴的模样，心里一酸，还是咬牙坚持了自己的选择。年底，陈昌宇回家过年，本以为一家人能好好团聚一下，哪怕是吃顿热乎的年夜饭，可结果却成了一场噩梦。大年30那天，父亲又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母亲吵了起来，越吵越凶。父亲气急败坏，直接冲进厨房，抄起一把菜刀，朝着母亲挥了过去。陈昌宇见状，急忙冲上去，死死抱住了父亲。可他哪里挡得住？父亲抡起刀背就是几下，砸得陈昌宇浑身生疼。眼看着局面快失控了，陈昌宇一咬牙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很快赶到，把陈继卫控制住。但由于是家庭纠纷，母亲又没受重伤，警方只是批评教育了一番，劝他们私下协商，便离开了。这个年，母子俩过得心惊胆战，年夜饭的味道里似乎都夹杂着血腥味儿。长期忍受暴力，让陈昌宇的母亲身心俱疲。到了2020年，陈昌宇的母亲终于鼓起勇气提出了离婚，但结果被陈继卫一口回绝，威胁、恐吓、软硬兼施，最后这场离婚也就不了了之。而谁都没有想到，正是这一次次的隐忍，最终却让这位苦命的母亲丢掉了自己宝贵的性命。2021年3月14日晚上，正在广东打工的陈昌宇突然接到了邻居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慌慌张张地说：“你家出事儿了，你爸妈吵架后家里着火了，现在2个人都送医院了，情况很严重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陈昌宇顿时慌了，他赶紧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过了好久才接通，母亲的声音很虚弱，断断续续地告诉他：“加摩托车油的时候，叫你爸去看着点，他抽烟，不小心引着火了。”听着母亲痛苦的声音，陈昌宇心急如焚，他又连忙打电话给小姨，叫她帮忙赶去医院看看情况。不一会儿，小姨就打回电话，声音急得发抖：“你赶快回来，你妈烧的都快认不出来了。”陈昌宇听了，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他连夜收拾东西，第2天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老家。一到医院，他冲进病房，
眼前的一幕让他差点跪倒在地。母亲全身被白布缠着，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整张脸根本认不出来了。陈昌宇心如刀绞，忍不住扑在母亲床前痛哭。医生过来告诉他，你母亲伤得很重，面部、颈部、躯干、四肢，全身烧伤面积达到55%，你父亲的伤势要轻得多。听到这里，陈昌宇整个人都傻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是妈妈受这么重的伤，而爸爸几乎没事儿？陈昌宇心里开始犯嘀咕，他四处找父亲，想问个明白。结果一转头，他就看见父亲正坐在医院门外，吊着点滴，翘着二郎腿，嘴里叼着烟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陈昌宇那一刻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，他觉得这事儿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当天晚上，医院就给母亲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。陈昌宇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，一直熬到3月22日，医院又下达了第二份病危通知书。眼看着母亲命悬一线，陈昌宇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，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那个时候，母亲伤势太重，根本说不了话。直到过了1个多月，母亲病情稍微稳定了一些，能勉强开口了。这时，小姨来医院探望姐姐，她偷偷把陈昌宇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：“你妈妈之前跟我讲过，起火不是意外，是你爸倒了汽油放的火。你要不要考虑报警？”听到这里，陈昌宇只觉得脑子轰的一下，整个人彻底懵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打了他们10几年的父亲，竟然真的亲手放火，想烧死母亲。那一刻，愤怒、悲伤、绝望，所有的情绪一股脑涌了上来。陈昌宇几乎没有犹豫，直接拿起电话报警。警方接到报案后告诉他，目前缺乏直接证据，需要他尽快想办法取证，比如录下母亲的证词。就这样，陈昌宇守在医院，等到母亲能开口说话，他拿出手机，颤着手录下了母亲亲口讲述的事情经过，一字一句像刀子一样扎进了陈昌宇的心。2021年3月14日晚上，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起因同以前一样，又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因为陈继卫在客厅抖了一件脏衣服，母亲宇秀英骂了他几句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几句骂声彻底点燃了陈继卫心里的杀意。那天夜里，宇秀英害怕被家暴，特意和陈继卫分房睡，她一个人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可就在深夜，陈继卫洗完脚回到房间，待了一会儿，心里的恶念越滚越大。他走到屋外，拎来一桶汽油，然后朝着沙发上熟睡的妻子毫不犹豫地浇了下去。于秀英惊醒了，她吓得哭着哀求丈夫，声音撕心裂肺：“求你不要这样。”可陈继卫根本不为所动，反而恶狠狠地回了一句：“我就是要烧死你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”说完，他拿出打火机，毫不犹豫地点燃了汽油。一瞬间，火光冲天，宇秀英被火海吞噬，整个人被烈焰灼烧。而陈继卫因为站得太近，也被火势波及，手上蹭了几块小伤。后来，宇秀英回忆说，如果自己当时再多烧1-2分钟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听着母亲断断续续讲述着那晚的细节，陈昌宇只觉得血液都在倒流，除了震惊还是震惊。这个男人居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他怎么能这么狠？陈昌宇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替母亲讨回公道。可接下来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容易。到了4月底，医院通知陈昌宇，母亲需要做植皮手术，治疗费用高达几十万。对于一个20出头的打工仔来说，几十万几乎是天文数字。陈昌宇跑遍了所有亲戚，才东拼西凑借到几万块钱。面对高昂的医药费，母亲不忍心拖累儿子，她坚持要出院，想把钱省下来留给手术用。陈昌宇拗不过，只好答应。就这样，
母亲被接回了娘家，在小姨家静养，而陈继卫似乎开始害怕了。他装模作样地拎着礼物上门，向岳母家赔礼道歉，嘴上说着什么以后不打了，带老婆回家好好过日子。于秀英心软了，怕儿子为难，最终还是同意了跟着陈继卫回家。可这个家早已不是家的样子，到处乌漆抹黑，到处都是被烧毁的痕迹。就在母亲回家静养后的这几个月里，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因为严重烧伤后遗症，她几乎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，连基本的吃饭、翻身都变得异常困难。陈昌宇心里无比自责，常常辗转难眠。他一边打工挣钱，一边挤时间照顾母亲，只希望她能熬过来。然而，命运没有再给他们机会。2021年7月28日，于秀英因为严重烧伤引发感染，加上身体多器官衰竭，最终抢救无效，在医院去世了，享年46岁。得知噩耗的那一刻，陈昌宇整个人都懵了，抱着母亲冰冷的遗体，哭得声嘶力竭，几乎昏厥过去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一直忍辱负重，为了自己苦苦撑着的母亲，那个自己拼了命想要守护的人，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没能留住。母亲去世后，陈昌宇心如死灰，他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那个叫陈继卫的男人，是他亲手点燃了那场大火，是他亲手夺走了他唯一的亲人。悲痛之余，陈昌宇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坚定的决定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他都要把父亲送上法庭，让法律来为母亲讨回公道。母亲下葬后，陈昌宇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请求彻查父亲纵火杀人的事实。警方重新启动了侦查程序，并对陈继卫展开了调查。经过深入取证，警方发现，案发现场虽然因为火灾破坏严重，但通过对陈继卫的伤情、火场遗留物、邻居证言以及于秀英生前留下的视频证词等综合分析，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纵火杀人案，而绝非意外失火。2021年11月20日，陈继卫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。11月25日，陈昌宇在微博上公开讲述了自己母亲被父亲活活烧死的悲惨经历。他在视频中说：“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惩罚他，希望大家帮帮我。”视频发布不到一天，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次，很多网友为他打抱不平，也有不少人留言鼓励他，一定要为母亲讨回公道。其实，父亲被捕后，陈昌宇的内心也曾有过挣扎和矛盾，毕竟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可一想到母亲临终前的痛苦模样，一想到这些年母亲忍辱负重、苦苦支撑，陈昌宇就告诉自己，绝不能心软。他和外公外婆一起，同时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。2021年12月1日，犯罪嫌疑人陈继卫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。2022年7月21日，云南曲靖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。法庭上，陈昌宇和家属请求法院依法追究陈继卫的刑事责任，坚决要求判处其死刑。同时，他们还向法院申请，要求陈继卫赔偿医疗费、丧葬费、交通费、医院运尸费、被抚养人抚养费以及精神抚慰金，合计43.5万余元。庭审过程中，陈继卫面对指控不仅毫无悔意，反而当庭拒不认罪。他始终辩称是意外，不是故意要杀人。但面对大量证据，包括于秀英生前录下的口供、法医鉴定、邻居目击证言等，他的谎言被一一击破。儿子陈昌宇在法庭上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地控诉道：“我和母亲长期被陈继伟家暴，他就是一个恶魔。”听着陈昌宇的哭诉，在场的旁观者无不动容。在法庭最后陈述环节，陈昌宇更是哽咽着说出这样一段话：“从他烧死我妈那一刻，这个人就和我没有了关系，他不配为父亲。我请求法院判处陈继卫死刑，这样才能告慰我母亲的亡灵。
这一句话掷地有声，震撼了在场所有人。法院最终认定，陈继卫因家庭琐事与妻子宇秀英发生争执，怀恨在心，蓄意泼洒汽油纵火，致使宇秀英重度烧伤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，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手段极其残忍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应依法严惩。当天下午，法官宣布休庭，待合议庭商议后作出最终判决。2022年12月16日，案件终于迎来了一审判决。法院认定被告人陈继卫犯故意杀人罪，依法判处死刑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然而陈继卫并不甘心，他当庭提出了上诉，案件进入二审程序。2024年2月1日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对被告人陈继卫的死刑判决。今天的案件讲到这里，终于结束了。只是那个失去母亲的少年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在最无助的年纪，陈昌宇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一次又一次，他站在命运的悬崖边上，孤独的与绝望抗衡。有人说，时间会抚平一切，可有些伤口，哪怕过了很久很久，轻轻触碰，仍会刺痛心脏。他曾经拥有一个并不完美，却无比努力想要撑起家的母亲。他也曾经单纯地相信过亲情，相信过爱，直到那场大火把一切烧得干干净净。从此以后，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牵挂他的人，再也没有那个在深夜里为他亮着灯的人。天很大，路很长，可他已经没有了回家的方向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陈昌宇抬头仰望星空，他会看到有一颗最亮的星星正悄悄守望着他。那是母亲的眼睛，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。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，希望尽管伤痕累累，依然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光。也希望每一个曾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人，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。小薇说案，愿世界多一点温柔，多一点守护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